40多个小朋友，有的3岁就来了，是兜着尿布来的，还没有到30分钟，我要嘘嘘。他来自中国黄梅戏之乡，如今扎根师城，成为南华潮剧社的副艺术总监。面对受英文教育不会方言的本地孩子，关老师用创新的教学推下方言高墙，用毫无保留的爱为孩子们筑起传统文化温情的港湾。让我们走进关阳的故事，看他如何跨越剧种，守护大戏与童心。关阳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请你说说你是来自中国的哪里？其实我是来自中国的安徽安庆，其实我的本家是黄梅戏。安徽省对一般新加坡人来讲算是比较陌生，更何况安庆呢，可能对一些人是闻所未闻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相信安徽可能大家不知道，但是有个著名的景点黄山肯定会知道。那在我们安徽呢，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安徽有2黄，一个就是黄山，一个就是黄梅戏。就是黄山的景色它非常的奇特，那黄梅戏也是我们一个非常最具代表性的剧种。那你可以简单说一说你当年是怎么走入戏曲这一条路呢？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我们那片土壤的养育吧。我觉得，尤其是安庆人，没有人不了解戏曲的，可能就是从小自己耳濡目染的一种喜爱。所以刚好我们有这样的专业的院团，也是一个职业的追求，所以选择了学习戏曲。对很多新加坡比较年长一代的人，我们了解的是一些黄梅调的电影，比如说梁山伯、祝英台、江山美人、扮皇帝，那几首都是是。你可以说一说黄梅调跟黄梅戏有什么不同吗？其实怎么说呢，它是摘取了我们黄梅戏的一些元素，那么通过这种比较朗朗上口、歌曲化的一种传递形式，其实早期我们的黄梅戏也称为黄梅调。所以你看到的这些电影当中呢，它有很多的元素呢，它都是有着我们的那些最基础的调调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它都是以一个这样的主题音乐的贯穿。当然，戏曲其实我们的黄梅戏它有很多的唱腔体系是非常的动听的，只不过是可能这样的一个旋律更让大家记住，所以它在这个部分呢，它只是运用了这样的一个曲调。我在网上也看到了，安庆呢是很多戏曲的摇篮，比如说徽班入京。哇，您太专业了。其实讲到徽班呢，真的可以说是安庆人的骄傲。提到徽班，不得不提一个人，程长庚，他可以说是京剧的开拓者。他把徽班带到了京城，从此就有了京剧。其实京剧它成为我们现在的国粹，是在徽班进京了之后。那我们安庆人当然很骄傲了，因为程长庚就是我们的安庆人。我记得我读艺校的时候，我的校园里面还有一尊他的雕像。我们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您说的这样的摇篮里面长大的，所以好像对着戏曲有着非常独特的一种挚爱。请你谈一谈你当年学戏曲的一些过程吧。我真的很幸运，我们那一届啊，它称为是跨世纪的人才，所以我们吸收的养分非常的丰富。首先，我们的早功不是传统的戏曲基本功，我们是芭蕾基训。对，我们除了学习戏曲剧目之外，我们还要学习舞蹈剧目。我们当时就是我们那一届毕业是2000年。被称为是跨世纪的人才，所以学校也在教学上面做了很大的改革，而且我非常的幸运，我们的很多剧目是京剧老师来教的，所以真的我的老师经常也会说我，你喝的奶特别好。对。那么在学校只是专学黄梅戏吗？还是也有学京剧或者是粤剧呢？粤剧呢纯属自己的爱好，京剧是因为我们有京剧的剧目课，所以会学一点。对，但是主攻还是黄梅戏。对。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来到新加坡？
哎呀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，因为在中国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火热的，就是戏曲进校园。然后呢，我也是专门负责这个项目，所以刚好在那一年也收到了新加坡这边的邀请，就是想要把这个戏曲文化更好的在校园里面拓展开。那黄梅戏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它的语言呢非常的有亲和力，几乎呢是接近华语。所以呢，我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优势吧，所以就以这种好像交流的性质来到了新加坡，然后辅助他们把校园文化拓展得更好。那你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加入南华？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是一种缘分啊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个剧种除了我们去观摩，应该是不会想到以后的职业会跟它有所关联。但是很巧，我觉得这也是社长他的一个非常有远见啊，因为他不仅是从主推我们的潮州文化，他也是可以说，因为新加坡本地它就是强调一个多元文化，所以当时我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到了他们有一个演出，上面有个节目单，有人唱黄梅戏，我当时很清楚应该是黄玉清，他唱黄梅戏，我就说在这里居然还有人真的会表演黄梅戏吗？我说我要去看一下，然后我就来到了南华来看戏。看了之后呢，因为社长和乔江老师他们也知道我，然后就聊到，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加入南华？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刚刚结婚，是准备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但是我觉得两位老师太有热情了，而且就是他没有一种排斥，他不会觉得你是外来剧种，我们应该杜绝你的加入，他是鼓励我们，而且就是说希望你的这个剧种可以带动我们的潮剧走得更好。我觉得这好像是给了我一种使命，所以我觉得好，那我来试试，但是我不一定能干得好，当然这是我毕生最爱的职业，所以我也是有一点信心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走进了南华，直到现在我在南华待了将近6年了。这6年里面呢，你对潮剧和黄梅戏这2种剧种呢有怎么样子的看法？哎呀，其实戏曲啊都是相通的，但是您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，就是因为2个不同的地方剧种，所以它存在着不同的方言。其实戏曲唯一的区别应该就是在它的语言上面，那其他的表演形式，包括它所要掌握的表演技巧，其实都是相通的。所以呢，这2个剧种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摩擦。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呢，潮州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请您用一个字或词来形容潮剧的魅力。我觉得潮剧啊，跟它的地域特色非常像，它的人们也是非常的豪迈，所以呢，我想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字叫飒。潮剧非常的飒，就是英姿飒爽的飒，就是它非常的奔放，非常的有这种冲击力。那么在南华呢，有大概30-40位的小孩子，跟你学戏。那我们知道新加坡小孩子都是受英文教育，他们可能家里都不说方言，更何况是要学潮州戏。那么你是用怎么样子的方法去教这些小孩子呢？南华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机构，我们有着非常专业的老师团队，所以就像您刚才强调的，我本身根本不是潮州人，那这个语言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请来的潮剧老师，可以逐字逐句的教他们潮剧的发音和咬字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就是说，我也发现了啊，通过我们老师的这些方法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巧妙的，我们把它称为是孩子们的武林秘籍。他们通过自己的音标，通过自己的拼音，标注在这些潮语的汉字上面，他们很快就记住了，而且说实话，他们学起来比我学得更快，所以这个也没有成为他们的障碍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潮剧老师，但是在教戏的过程中是一定要会唱
只不过说我唱的比较山寨，比较盗版，所以就是每一出戏呢，我基本上都是会唱的，然后慢慢的也去在揣摩这些潮语的发音，其实学起来还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经常社长和乔强老师都开玩笑，哎，你现在潮州话很有进步嘞。回想你在安庆的黄梅戏学校里面的情况，你会不会说要求这些小孩子都跟你当年学戏的那种情况呢？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要求，因为我们戏曲讲究的就是因材施教，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，其实它的变化是蛮大的。而且哪怕就是1年之后，我们再来欣赏今天的剧目，一定有着不同的见解。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很简单，首先让孩子要知道这个故事情节。他是通过他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来塑造这个人物，而不是让他一定要完成跟我一样的状态。我的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，我们在课堂上都会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，你永远塑造的是属于你创造的这个角色。每一次其实他们都很可爱啊，包括那些大朋友们都说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你这样？我说你成为我你就失败了，因为我的这个风格只限于我的这个自身条件，它所适合的。我们对你教授的这些东西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引导，是一个指引。其实有些时候啊，他们呈现出来的东西，我觉得真的让我也很震撼。就像您说的，他们只是兴趣，并非专业。可是呢，有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和理解，让我们看到了有一种专业的心。这也是我经常激励自己的。我们要用专业的心来做专业的事。刚才你说到小朋友和大朋友，你的大朋友应该是指的是那些退休年长人士吧？你不要老强调这个退休年长人士，我们这里的年长人士都是颜值非常高，然后就非常有激情、有活力的哦。这个我必须要纠正一下您。对于这些大朋友跟小朋友的教学方面，你会觉得更有挑战，或者是更有收获？对，我觉得您这个收获用的特别好。其实无论他们的年龄，无论他们的水准，每一次都是在收获快乐，收获成就感，和他们一起成长。也不光是在舞台上的光鲜，就是其实我们教戏育人，也是希望通过戏曲的一个传达来提升他们的这种人生感悟吧。所以就是说挑战一定是有的，因为我们当然要以潮剧为主，所以在一个跨剧种的教授当中，我需要去揣摩这个潮语的韵味。那我们在课堂上也是很有趣的，其实我讲的非常的不地道，可是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的不接受，因为他们照常走他们的，他只是通过我的一些启发来塑造这个人物。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呢，小朋友跟大朋友他们的塑造能力不一样，包括就是他们的训练时间也不太一样，所以需要克服的问题呢是蛮多的。但是目前看来我们非常的配合度非常的高，所以所有的剧组我们都是开心的在进行。老师们虽然累，但累并快乐着。关阳老师，你在南华有哪几位小朋友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？怎么说啊，40多个小朋友，从有的3岁就来了，那个时候特别可爱，是因为太喜欢了，家长喜欢，当然这个是要家长的大力支持啊，是兜着尿布来的，还没有到30分钟，我要嘘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，真的有一些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然后特别也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，就是家长到了楼下，拜托你下来接一下，就要你下来。其实那个时候真的从心里会笑出来的，因为觉得太成功了。为什么啊？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动力，就是一直支撑到现在。从3岁到现在，你想一想，变成了8、9岁，有一些已经读到了中学，还愿意回来。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。无论是从什么年龄段，其实都有他们的光彩。而且我认为吧，我自己比较骄傲的一点就是，我好像真的会看到他很真实的闪光的地方，而不是说啊，只是鼓励你啊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我真的会发现到他有一些独特的表现。
有些小朋友，你看他很小啊，才10多岁，可是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，真的让我震惊。我印象最深的那个薛婉蓉小朋友，我们去湖北参加小梅花的比赛，其实，在最后的终审，我是很忐忑的，因为他都是来自全国各地。那一年是有国际的，有好像是一个加拿大的，还有一个是哪个国家的，一起来比赛。那你知道中国的小朋友他的地域文化不一样，他每天看到的、听到的都是这些非常高水准的表演，包括教授他们的老师，那都是可以说中国非常顶级的老师。所以呢，我是很忐忑，我觉得重在参与，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但是这个小家伙他在走台的那一瞬间，我好像感受到了，可能他会拿奖，因为真的。哇！当天那个评审讲到了我下来之后我哭了，我真的我没有想到，他说那个评审说他没有想象到在新加坡还有这么专业的一个小朋友，他的表演可以说是很成熟了啊！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桥段，就是因为我们比赛它要压缩时间，有些剧目比方说20分钟呢，它无法拓展，它必须要压缩在10分钟以内，所以很多剧情的删减，你需要一个演员在台上把它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，当然这要表现演员的功力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有一个地方，哇，他演的是那个脱眉选婿，我们为了音乐的衔接，那真的是争分夺秒。有一个桥段，本来这个时候呢是应该有一个对手戏跟他来说这句台词，可是现在我们要转换另一个角度，就是他自己来表达这句台词。那这句台词呢就变得面向观众了，可是他这个角色又非常的怎么说呢，很刁钻古怪的这样的一个女性，所以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，那个评委也很震惊，他就说他没有想到他可以把他塑造的这么淋漓尽致。有一个就是说无法再忍了啊，就是他要表现出对这个男生的绝望。哇，他那一下演的我真的敬佩。我在台口看的时候，我要给他竖起大拇指。真的就是说，你付出了你的真心，孩子们回馈给你的，也自然就是他们最童真的、最真诚的对戏曲的热爱。所以每一节课几乎都有收获，当然有时也会被他们气到不行。可是呢，当他一句，他看着你，你是不是生气我？哇，你心里立刻就融化了，你哪里会生气他？你只是觉得我没有生气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呢还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。可是下一节课你真的会看到他不一样。所以真的他们也是在陪伴着我成长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的付出，他的进步呢其实也是我的进步。如果你不教戏，你最想在新加坡尝试什么职业呢？如果说脱离了戏曲的这个舞台，其实我还是有一个是我一直很想尝试的一个职业，我很想做一个特殊群体的，就是那些需要我们更多关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学。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就每一年都会有一场这样的晚会，是针对这些我们叫星星的孩子。所以每一次每个人去出席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，收获非常的很复杂。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成长得更好，让他们对这个生活能够懂得有希望，可是我们的能力真的很微弱。所以来到这里，其实我也尝试想要介入这样的一个机构，可是由于是英文教育，我觉得我的语言上面跟他们的沟通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障碍，所以一直没有敢迈出这一步。但是这是我最想干的事情。好，最后我想问你，有什么话要对新加坡小孩子的家长呢？怎么鼓励他们加入南华来学戏曲？哎呀，太感谢您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啊！我在这里呢，想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说，其实我相信你们对传统文化肯定有着跟我们一样的认知和热爱。那么
相信你也是没有找到一个更适合的学习戏曲的一个平台吧。所以呢，南华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，只要您愿意带着孩子走进南华来感受一下戏曲，我也非常有信心，您一定会带着您的孩子留下您的脚步。赶紧来我们南华看一看吧。还有五颜六色的戏服，可以让他们试穿。对，谢谢您的提醒。对，我们有很多的体验环节，不光是有黄梅戏，有潮剧，有京剧，还有很多的艺术门类。你看，我们的音乐，还有大家看到了这么华丽的服装，每一个服装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哦，期待着您的了解。好，谢谢关雅老师，谢谢您，非常感谢，再见。